最近，中国财政部的一记重拳让很多企业喘不过气来。11月15号，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突然宣布，从12月1号开始，大幅调整出口退税政策。这一消息瞬间在企业圈炸开了锅。大家先来看看这次政策调整的具体内容。首先，完全取消了铝材、铜材以及化学改性油脂等产品的出口退税。其次，把部分成品油、光伏、电池等产品的退税率从 13% 直接砍到 9%。这次动刀可是砍掉了整整4个百分点啊！咱们来算笔账。2023年，中国的出口退税规模高达 1.8 万亿，相当于差不多每天退税50亿。现在政府一刀切取消了这么多产品的退税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就拿光伏行业来说，现在很多企业的毛利率才 7% 左右，比去年已经跌了一半。现在出口成本突然上涨 4%， 这不是要了他们的老命吗？更搞笑的是，我们看到有些自媒体还在叫好说这是利好内需。我的天哪，这些人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？取消出口退税本质上就是对出口企业双重征税，这不是自杀式行为吗？光伏企业今年1至9月份的出口额就达到了 246.8 亿美元，虽然出口量上升了 27.4%， 但因为价格暴跌，总额反而下降了 31.7%。这种情况下还要取消退税，这是想把企业往死里逼呀！我去查了一下具体数据，现在光伏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平均只有 7% 左右，已经比去年腰斩了。现在倒好，政府一声令下，直接抬高 4% 的成本。你说这些企业怎么活？很多中小企业估计连今年都撑不过去了。为什么现在突然要这么做呢？表面上说是为了协调产能过剩，但其实背后的真相大家都懂，还不是因为怕美国那边又要打贸易战。中国这是先下手为强，自己先给自己来几刀。但问题是，你自断经脉就能躲过打击吗？说白了，很多企业现在就靠这点出口退税勉强维持生存，有的企业甚至把主要利润都算在退税里面了。现在政策一变，不知道有多少企业要关门大吉。最搞笑的是，政府还给企业留了2周的适应期，好像2周就能让企业把生产模式、成本结构全部调整过来似的。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我们那些靠出口创汇的国企。现在倒好，一纸政令下来，直接把企业往绝路上逼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，政策一来，企业遭殃；政策一变，工人倒霉。这次政策调整波及面之广，力度之大，恐怕连决策层自己都没想清楚后果。一个不小心，可能就会引发新一轮的企业倒闭潮。毕竟现在全球经济形势不好，企业本来就在苦苦支撑，现在政府反而来这一出。要我说啊，与其搞这种一刀切的政策，不如先把那些靠骗退税的空壳公司查查。现在好了，真正干实业的企业反而第一个遭殃，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能欺负老实人吗？说到这，咱们不得不提另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，过去4周，中国股市流出了169亿美元，这可是创下历史最大规模啊！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说明外资已经对中国市场彻底失去信心了。我给大家翻了一下具体数据，从11月7号到13号这一周，整个新兴市场的股票基金就流出了74亿美元，创下了2015年8月以来的新高。而中国股市更惨，连续5周资金都在往外跑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老话，钱是最胆小的，它永远陷于危机逃跑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些资金外逃的时间点特别有意思。10月初的时候，因为政府放出要搞经济刺激的消息，市场一度出现资金净流入，上证指数还创下了2022年2月以来的新高。
结果呢，后面一公布具体措施，市场立马大失所望，资金掉头就跑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的住建部、金融监管总局天天在那开新闻发布会，每次都说形势大好，结果倒好，发布会开一场，股市跌一场。我算了一下，最近这些政府部门的发布会就没有一场是真正提振市场信心的。更糟糕的是，瑞银刚刚下调了对中国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，说可能只有约 4%。2026年，他们说增速还要大幅放缓。这哪是什么中等发达国家，分明就是在走下坡路嘛。让我们再来看看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怎么说。他们认为，从现在到2025年，中国想靠财政刺激来提振消费和楼市的可能性非常有限。为什么？因为政府担心这会开创一个坏先例，让老百姓以后都指望着政府来发钱。你说搞笑不搞笑？政府天天说要扩大内需，结果自己又怕给老百姓发钱。那你说这内需从哪来？总不能指望现在这些连房贷都还不起的人去大把花钱吧？更糟糕的是，银行业的数据也不容乐观。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央行的数据，今年一季度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还有 13.76 万亿，到了二季度就只剩 13.77 万亿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整个第二季度基本上就没放什么新贷款，到期的贷款收回来多少，就只能放出去多少。金融监管总局在那吹牛说什么白名单审批了 2.23 万亿，年底要放款4万亿。我就想问问，你这个数字是从哪编出来的？全国商业银行上半年总共才新增6000亿开发贷，你告诉我下半年突然能放 3.4 万亿，打肿脸充胖子也不是这么充的吧？说实话，看到这些数据，我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政府天天在呐喊信心，但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，钱在跑，人在跑，连最后一丝信心也快要跑光。最令人心痛的还是那些苦苦支撑的小企业主。我们从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就能看出问题有多严重。9月份这个指数是 88.8， 不仅远低于100的基准线，而且比上月还下降了 0.1。政府天天喊着要保市场主体，结果这些市场主体现在都快活不下去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政府最近宣布了个 1.4 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计划，号称要提振经济。但你去问问这些小企业主，有谁真正受益了？我采访了10几家企业，没有一家说自己感受到了政策红利。更讽刺的是，金融监管总局还在那吹嘘说支持了多少中小企业，但实际情况呢？我们从财新 PMI 数据就能看出来，这个指数现在刚刚徘徊在50点荣枯线上下。要命的是，这些企业想活下去，只能通过裁员、降薪来节省成本，这又导致更多人失业，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。有个做服装批发的老板跟我说，以前一个月能卖100万的货，现在50万都到不了，但房租、人工成本一分都没少。我们再看看服务业的 PMI 指数，不管是财新的还是官方的，这个数字从年初到现在就没离开过50点附近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整个服务业都在死撑着，随时可能跌入收缩区间。有些官员还在那说什么形势一片大好，我就想问问，你们是不是只看得见那些大企业，那些撑不下去正在关门歇业的小店，那些天天发愁交不起房租的个体户，那些为了省钱连肉都不敢吃的打工人，你们看得见吗？政府现在就像是在用创可贴治疗骨折，表面上贴得漂亮，但根本问题一点没解决。明年的形势只会更严峻，尤其是在资金外流、出口受阻的双重压力下，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企业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。当中国的决策层还在那开会喊口号的时候，千千万万的小企业主
正在为生存挣扎。这些才是真实的中国经济，不是那些好看的 GDP 数字能掩盖得了的。